这天清晨，河北省的一个小伙子站在卧室床前，抬左脚踩到床沿上，然后挥起手里的一根粗擀面杖，手起棒落，呜啪！随着一声脆响，左腿迎面骨应声折断，小伙瞬间疼的是额头上挂满了汗珠，忍着剧痛，他拨通了同事小周的手机。喂，哥们儿，我在家呢，腿骨折了，帮忙带我去上次那家骨科医院吧。这个小伙子名叫段前成，几个月前，同事小周出工伤砸断了大手拇指，被送进本市的一家骨科医院。主治大夫是一位女医生，年轻漂亮，还医术高超。小周的大拇指是被机器砸伤的，粉碎性骨折，伤情很严重。这位女医生仅用了2个多小时便完成了手术，而且术后效果非常的好。小周住院期间，单位派他的好朋友段前成在医院陪护。手术后第2天上午，主治医生第一次查房，当时段前成正面朝门口坐在病床上帮小周削苹果呢，门外忽然传来了一阵低低的嘈杂声，紧接着几名医生护士簇拥着主治大夫进入病房。段前成抬眼刚好看到主治大夫，就见这位女医生肤白貌美，长发飘飘，那长相就和段前成经常做梦梦到的女子几乎是一模一样。莫非这是在做梦吗？段前成愣了有2秒钟，这才忽然回过神来，不对，现在是大白天，我在医院给好哥们小周陪床呢，这是医生来了。想到这儿，他一个立正，猛然就站起身来。医生好。主治医生稍微一怔，然后差点被他逗乐。你是陪护的吧？削苹果小心手，待会儿去医护站要个创可贴贴上。段前成这才低头一看，原来自己光顾着看医生漂亮了，起身太猛，右手的水果刀把左手大拇指就给划了一个口子，鲜血已经染红了苹果。感觉到疼痛的段前成迅速用右手捂住了左手的伤口，那脸瞬间红的就像手里的苹果一样。段前成了解到，这位女医生名叫朱飞燕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只要朱飞燕医生来查房，段前成就会精精神神地站在小周的病床后面，默默观察。每次他都很想向朱飞燕表白爱慕之情，可惜始终没有机会，他也没有勇气。几天后，小周该出院了，段前成心想，再不表白可就没有机会了。于是他抓住了一个朱飞燕独自回办公室的时机，跟在后面就喊了一声：朱医生你好。朱飞燕回头一看，第一感觉是病人小周可能有情况，于是就问：你好，小周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，是我喜欢你。听了这句话，朱飞燕先是一愣，随即她笑了，扭回身摇着头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。朱飞燕是觉得这个年轻人挺有意思，表白自己是一件可笑的事情，所以才笑着摇头离开。而段前成可不这样觉得，他心想，有门，朱医生他朝我笑了，一定是对我也有好感。于是高高兴兴陪着小周出了院。第2天，段前成便买了一束玫瑰花来到骨科医院，要送给朱飞燕。可是他努力了1个上午，也没见着朱医生的影子。中午在小餐馆吃了碗面条，下午接茬进医院找朱飞燕。可人家朱医生那么忙，一直在忙活病人，哪有时间搭理他呀？最后他只好默默地把玫瑰花放在朱医生的办公室门口，就回家了。就这样往医院跑了7次，始终没能再见到朱飞燕医生。段前成晚上睡不着觉，就苦思冥想，忽然有了个主意，
他预约挂了一个朱医生的专家号，然后顺利在诊室见到了朱飞燕。当他说明来意之后，朱飞燕很生气。我说段千成，你以后再也不要到我这儿来了啊！你没病却跑来占用一个号源，耽误别人看病，很缺德，你知不知道？段千成灰溜溜回到家，感冒发烧了，病了几天之后，他脑袋灵光一闪，又有了一个绝佳的主意。飞燕不是说我没病不能再挂号去找他了吗？我要是有病呢，那岂不是合情合理？于是天不亮他就起床了，简单吃了点早饭之后，他就找来了一根粗粗的擀面杖，敲折了自己的左小腿迎面骨。朱飞燕医生看到段千成自己敲断的小腿，眉头一皱，快，马上做血检尿检，准备手术。术后第3天，当段千成趁着朱飞燕查房说出我爱你的时候，朱飞燕这次没有笑，他支走了身边的其他人，然后严肃地对段千成说，小段，你应该是个好青年，不过你的感情用错了地方。本来现在你受了伤，我得照顾你的情绪，但是这事儿不能再拖了，怪我没有第一时间向你说清楚。首先我不会喜欢你，再一个最重要的是我已经结婚有丈夫了。然而段千成根本不想相信，不可能，你要是结婚了早就说了，为什么现在才说？这一定是你故意找借口，相信我，我会给你世界上最真诚的爱。我相信你的真诚，但我也是真诚的，我结婚了有丈夫，就算是没有结婚也不会喜欢你，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说罢，朱飞燕扭身便离开了病房。然而段千成痴心不改，第2天继续对查房的朱飞燕进行表白。凑巧的是，正当朱飞燕拒绝了段千成要离开病房的时候，段千成的老板来看段千成了。朱飞燕见到段千成的老板就是一愣，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不能来呀？我可不是来找你的，我是来看望我公司的一个小兄弟，就是他了。怎么，他是你的病人？不用我多说，您一定也听出来了，段千成的老板跟朱飞燕医生认识，而且还很熟。能不熟吗？您说巧不巧，这段千成的老板名叫布袋吕，正是医生朱飞燕的丈夫。得知真相的段千成无地自容，尴尬的恨不能马上钻到地缝里去。不过老板布袋吕倒是很大度，等妻子朱飞燕离开之后，他坐在段千成的病床边上就说，千成啊，你还挺有眼光的嘛，哈哈，不过你这下手也太狠了，把自己的腿都给打折了，犯不上，知己知彼方能取胜，你连对方的底都没摸清楚，就先把自己搞残了，那还怎么得到你想要的？段千成听了连连点头，觉得老板说的好有道理，但是眼神中又透出了迷茫。他不明白老板布袋吕说这话究竟是个什么意思，就听布袋吕接着说，好了，千成，好好养伤，伤好之后你就不要再下车间了，以后给我当助理，好好干，保你大有前途。就这样，出了院又在家休养了一段时间，段千成的腿恢复如初。老板布袋吕说话算话，将段千成安排在自己身边当了助理。短短2年之后，段千成由一个愣头青小伙子一跃成为了独当一面的商场高手。有一天，老板布袋吕忽然把段千成叫到办公室，很认真地说，千成呀，我问你，现在你还喜欢我老婆吗？听到这话，段千成被吓了一头的汗珠，连忙摆着双手说，不，我不敢，我不喜欢，我哪敢呀，老板。看他这副窘相，布袋吕忍不住也笑了，哈哈哈，瞧你吓的，
我老婆有个表妹，长得比她表姐还漂亮，你有没有兴趣见一见啊？”闻听此言，段虔诚点头，像击钱碎米一样：“我乐意，当然乐意。”虽然朱飞燕的表妹本人并不像表姐夫布袋吕说的那么漂亮，但是她和段虔诚一见钟情，相亲之后就确定了恋爱关系，不久便步入了婚姻殿堂。婚后小夫妻俩是恩爱幸福。